线稿一时爽，勾线火葬场。经常在燃春视频下这样留言的孩子们，是不是已经真的被火化了？我们无法求证。但勾线的确是困扰村民们较多的问题。勾了线怎么反倒不如草稿好看了？为什么我的线稿有一种用掉的头发拼起来的感觉？勾线手抖怎么办？手抖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肾阳虚的表现，注意休息，不要熬夜看小黄片。好好说话。认为日式 CG 风格的画手或者漫画人每天要面对很多线稿工作，对勾线要求高，所以线条能力也一定最好，就太天真了。有一个职业站在勾线的顶峰。传统动画行业，村长的老本行。相传，任何一个苦逼的初级动画师，一年勾线的长度可以绕地球7圈半。村长第一次拿到迪士尼老一辈动画师线稿原稿的时候，惊叹于能用自动铅笔勾出来，居然和矢量软件里调出来一样的精美的线条。上期人体速成秘诀里提到过，不是把线条画得像村长的性取向一样直，就是好画手。很多大师的线条其实都不能叫光滑流畅，但没有人会对Miyazaki Hayao说：“你的线条有点陡啊，垃圾。”这个说。掌握精美的线条前，我们需要懂得避免一些常见的狗屎线条。村长从不相信星座，那是因为你是被黑得最惨的处女座吧？比星座更能判断性格的是一个画手绘制线条的习惯。来，抠出你羞羞的线条，给你顺个面相吧。长毛发眉线，一小笔小笔的往下蹭，线条比南方沿海大学的宿舍里4年没洗过的袜子上长的毛一样恶心。哇，你怎么这么清楚？用这种线条的画手一般性格谨慎，投资偏好一些低风险理财产品，感情上总是被动的一方。一句话讲，就是个享受。自我陶醉线，全是潇洒的大直线，线与线之间隔着老远，好像在等之后有谁能帮着擦屁股。这种线条的画手一般性格急躁，追求刺激，脾气稳定，更偏好来钱快的工作。狂暴乱走线，草图时线条不提笔，来回狂扫，画圈不画成午夜凶铃，心里那道坎是过不去的。漫画工作室遇到这样的主笔，流水线后面勾线稿添场景时，就像在猜 Schrödinger's cat 是生是死一样凭运气。这种线条的画手一般性格摇摆不定，能拖的事绝不现在做。和男朋友分手以后，也属于那种会一直纠结要不要删他微信的人。光滑花瓶线，一味追求光滑的线，什么细节都被打磨掉，甚至画漫画还会推荐别人用矢量钢笔工具来勾线。用这种线条的画手一般要求严格，当这种画手的老公要有被管的觉悟，跟发毛长眉线的画手相当般配。棒棒线，整幅图都用粗细完全一样的线条，就算像 Hello Kitty 这样的卡通设计作品，还是有外粗里细的线条变化。用粗细完全一样线条的画手一般手绘板没装驱动，要不就是个傻的。但就像性格可以一定程度改变一样，画手经过长期的训练，线条也是可以改变的。每种绘画风格对勾线、线条的需求都有不同。油画技巧不需要太多勾线，色块之间的分界就是虚拟的线。但日式 CG 插画、漫画、动画、钢笔画、部分水彩、设计等大部分美术风格都需要明确的线条。很多应聘的孩子喜欢在简历作品集里放一大堆草图，对应聘者来说，也许感觉自己草图蛮潇洒、蛮朦胧，能掩盖自己的不足；但对面试官来说，放草图就是在说我没有完成基本工作的能力，不用考虑我了。要应聘动漫油公司的村民们，一定要注意展示商用级别的线稿。关于如何准备作品集和简历，我们会在应聘动漫油公司中详述。在微博、微信、哔哩哔哩、半次元、YouTube 上有爱的朵朵村点个关注，以免错过咱村更多好玩有用的视频。要勾出精美的线条，需要注意运笔方向。把这张菊花打印在 A4 的纸上，顺着中心往外勾线，能测试出自己最能 hold 住哪些角度的线条。大部分画手在右下角这180度半圆里的线条是大师，而左上角180度的空笔就像用左手画的。你这是在歧视左撇子？那用脚画的？你这是在歧视没有手的人。 Fuck political correctness。我们传统动画师的透写台上有个透明的圆板，就是为了把纸张转动到适合的方向，使每笔运笔方向尽量朝着自己，这样最能稳住劲道，不容易早泄。不知道传统油画系的老师有多痛恨旋转画布、旋转自己，需要每个学生都定做苦练任何方向画线的超高超手腕技巧。现在电脑 CG 绘画里，每个软件几乎都有旋转画布的功能 ，iPad、平板上也可以直接旋转整台设备，并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，强求每个角度都能完美掌握。因为画画不是监狱里比赛腕力，不是谁的腕力更强就能把别人变成自己的 bitch。笔刷设置。用于勾线的笔刷一般和上色笔刷有很大的区别。勾线笔刷类似传统漫画里的7号笔，基本要求是开头细、中间粗、粗尾细，整体看上去相对尖锐的感觉。甚至 Clip Studio 里的名字就叫 G Pen。大部分绘画软件的笔刷设置中，笔刷粗细下面会有最大尺寸和最小尺寸。用于勾线的笔，最小尺寸尽量在0到30%之间，具体要多细看画手画风和喜好。
笔刷整体也不能太粗，越粗就越 man。比如画抖抖村的人就非常粗，非常不偏少女耽美的风格，笔刷要越细，能感觉到一点点粗细变化即可。很多画手喜欢用斜30度、斜45度的画笔，或者横向很宽的书法钢笔来绘制线稿，这样转动到不同方向时，线条可以有更多有趣的粗细变化。本期我们给村民们准备了村长爱用的线稿类笔刷的 PS 预设，有需要的孩子可以在抖抖村微信公众号本期帖子的文字内容里获取。防抖，画画避开防抖的瘾君子们举起双手 say yeah。 现在很多绘画软件，比如 Clip Studio、Metabound Paint， 连最新的 Photoshop 都配备了匹敌赛的线条防抖功能。但防抖不是万能药，只对快速飘着画线条的画手有效，慢速画线时是无效的。防抖开中等偏下即可，比如赛中用 S1。开太高，电脑运算跟不上，线条会延迟。最重要的是让运笔中的细节消失掉，变成了光滑花瓶线。画面缩放，勾线时把画面放得过大，会无法把握全图。每小条线段虽然是平滑的，但一缩小就 what the fuck。所以勾线时把图像放大到现在要勾的这一笔处于屏幕正中的1/3的位置，是保证流畅线稿最好的状态。虽然村长个人一贯是便携小版的推崇者，但笨重的大数位版16寸以上的数位屏，勾线时的确要比小版准确率高30%左右。Ctrl+Z。不管再多花哨的软件功能，再高端的绘画设备，在电脑 CG 绘画里 ，Ctrl+Z 才是流畅勾线的秘籍。对描线要求很高的画风中，就是靠不断的 Ctrl+Z， 就像从一包包小浣熊干脆面里抽奖一样，靠运气命中一根根线条的过程。老大爷，现在谁还知道小浣熊？真的拍后，那手绘的孩子画错了怎么办呢？自画吧。大的弧度可以分2-3笔完成，用 Ctrl+Z 结合好，不要用橡皮工具在小范围擦来擦去，否则线条很容易劣质。负重训练。人类都知道，民工级的动画软件 Adobe Flash 的笔刷是史上最狗屎的笔刷，没有之一。20年来一直一副死脸，从不检讨。这个笔刷每时每刻都有自己的心情，没人知道下一笔到底会怎么样。抖抖村的微信表情、罗小黑战绩等等，都是用 Flash 的笔刷工具一帧帧绘制的。如果用这个笔刷都能绘制出不错的线稿，世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线稿以后都不住了。天天哭诉自己线条不好的孩子，大部分单纯是因为耐心下来绘制成稿线条的次数太少了。卖到给日韩动画外包中间针的公司里劳改1个月，出狱后保证肾也不虚了，手也不抖了。但精美的线条绝不仅仅是流畅勾线这么简单，只是光滑流畅的线条，就像那些光滑的 Johnny Idol， 而有趣有看头的线条，才是真正有积淀的演员，才能叫精美的线条。粗细对比，就像不是谁都能开动粗画机一样，笔刷固然设置好了，但也要会用的人的驾驭。我们画手对笔刷和工具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态度 What kind of brush you are using? It's not the brush, it's how you use them. Give me the brush. I told you it's not the goddamn brush, you stubborn idiot. The brush. 勾线时要知道，外边框主要的背光的线条用力重一点，内部次要的强光下的线条轻一点，才能绘制出有变化合理的线条。虚实对比。和粗细对比类似，内部的线条多一些断开或者省略的地方，不用每根线都死死的封闭。喜欢偷懒的动画师们有个小诀窍，同一个颜色的区域，比如头发肋部的线条、水手服褶皱的线条，故意留出小空隙，这样既有 feel 又方便油漆桶直接填色。转折。物体特别生物的结构都是很复杂的，用一整条平滑的曲线必然会漏掉细节，变得无聊。加入更多的转折来描绘人体、动物和布料。比如绘制屁股时，把盆腔的凸起、大腿骨 gluteus medius、gluteus maximus 分成几段转折来绘制，会比只用一根平滑的曲线画个圆的勾墩子，会给观众更多有趣的看点，线条自然也就高端大气。你们村民都是喜欢看屁股的变态吗？对，除了纯洁的村长，其他都是。交错。让两条线条之间有一定交错，这样线条本身就能产生立体层次感。有没有正确的交错，是画工5、6段和3、4段画出线条的最大区别。比如人体胸部、腹部、盆腔外边框的交错，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这个压谱中的交错。因为只有真的理解了这些人体结构和透视以后，才可能绘制出正确交错的线条。这些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，都在为作品增添更多的耐看点。我们画手不是录像机，而是通过线条、光影、形状、构图，制造出一个个有趣看点，一个个精彩故事的匠人。真正精美的线条是靠掌握正确的绘画基础，靠每张作品沉下心认真完成，靠一笔笔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总和，很难修饰和假装。因为线条就是你在伟大画手的旅途上走过的路。抖机。对了，豆村招募兼职和全职的文案编辑了。如果你文风简洁幽默，学新知识快，脑洞大，阅片量不烦，欢迎将你的作品和简历发给我们，或者直接联系我们。如果你在伟大画手的道路上遇到问题，可以留言或在各大平台抖抖村羞涩的问问村长。村民们，下次见 ，Adios。